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探索新境2为何精湛？王一博在攀岩中的自由、责任与尽无志之道。一档户外纪录片，凭什么能持续吸引观众，不断带来讨论？12月28日上线的《探索新境2》第9期与第10期，用先锋之路给出了回答。它不仅记录了攀岩者与峭壁之间的较量，更记录了人与自我、人与世界、人与责任之间的关系。在镜头的冷静凝视下，攀岩不再只是极限运动的展示，而成为一条通往哲学思考的路径。王一博在其中的体验与表达，使这一主题逐渐清晰。真正的自由从来不孤立，它的背后必然有责任的支撑，而承担责任的力量，又往往由尽无志而无悔的心态构成底色。本次节目重点呈现的是先锋攀这种攀登方式。先锋攀没有预先打点，没有提前铺设的线路，第一个往上爬的人必须在行进中寻找着力点，甚至边爬边打锚。这意味着攀登者在向未知开路，也意味着他必须承受更多风险。镜头里，岩壁粗粝，缝隙狭窄，重心摇摆，每一步向上都需要毅力与判断力，而每一次停顿都是体力与精神的双重消耗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攀登者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自由的冲劲，但每一次停顿与保护，则提醒他自由并不意味着放任，而是意味着自觉。节目中，金国威的生活方式是自由的一个参照。他长期奔赴世界各地，从山峰到峡谷，生命像是不停移动的坐标。但与大众印象不同，他并非只追求漂泊的姿态。他在适合停留的地方修建屋舍，将住所开放给热爱攀岩的人，既保持了身体上的轻盈流动，又为同伴提供依靠。这种状态本身就是对自由最直观的解释。真正的自由不是摆脱责任，而是在承担责任的前提下保持意志的伸展。正如西部牛仔们纵马草原，却依然会经营俱乐部、打理农场，为家人提供生活保障。自由的背后不是逃离，而是承担。这一逻辑在节目中更通过攀岩保护系统被具象化。当队友向上攀爬时，保护者必须在地面调整绳索，让攀登者既能顺畅移动，又能在坠落时获得安全缓冲。王一博体验到，当自己不是攀爬者，而成为保护者时，心中的责任会变得异常清晰。如果绳子松得太快，对方会突然坠落；如果绳子拉得太紧，又会限制攀登者的自由。自由与责任并非互相挤压，而是在不断调整中找到平衡。换句话说，保护者托举的不仅是攀登者的身体，更是其向上意志的自由度。这种自由与责任交织的状态，在王一博面对难度 5.11 路线时，被推向了一个关键节点。第一次攀登，他在接近顶点前体力不足，没有成功。落地之后，他说：“我也努力了，有一点力不从心的感觉，接受失败是成长的一部分吧。”这句话简单，却极具力量。它并非自我安慰，而是一种面对挫折后的成熟认知。它指向了一个古老却始终鲜活的思维方式：尽无志也而不能志者，可以无悔矣。王安石在《游褒禅山记》中提出的这一观点，至今仍具有穿透力。大多数励志话语强调必须成功，必须到达。然而王安石指出，若我们竭尽所能，却依旧无法抵达目标，那么依旧可以无悔。因为真正值得珍视的不是结果本身，而是尽自所体现的努力、意志与持续的自我逼近。所谓无悔，并不来自实现，而来自投入。王一博的表达与王安石的话语之间产生了跨越千年的回声。
不是结果决定无悔，而是态度赋予无悔。于是第二天，当节目组再次来到同一处岩壁，王一博决定重新挑战。他没有用夸张的宣言渲染气势，更没有用情绪掩盖压力，而是默默整理装备，重新打量线路。队友的鼓励不喧哗，保护员的绳不松懈。昨日尝试留下的每一个经验点，都成为今日攀登的台阶。体力依旧吃紧，岩壁依旧冷峻，但意志不再动摇。最终，他抵达顶点。那一刻，欢呼自然响起，但更深的回声其实在内心不是因为登顶本身，而是因为竟无志转换成了行动。从失败到成功，并不是一个单向的逻辑链，而是一场心态重塑。失败不是耻辱，而是素材；挫折不是阻碍，而是参照；自由不是脱离责任，而是承担责任后的伸展。而王安石所言的无悔，也正是从这种精神中长出力量。回望整个先锋之路主题，观众之所以共鸣，正在于他展示的是一种可迁移的价值观。自由让人敢向上，责任让人不坠下，失败让人清醒，成功让人笃定。而真正的力量，不在于站上多少高峰，而在于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向高处迈步。王一博在岩壁前说出的那句朴素的话，之所以能激励许多人，正因为它不是喊给别人听的口号，而是他在经历后沉淀出的真实认知。他没有把自由当作任性，也没有把责任当作累赘，他用行动说明，自由需要勇气，责任需要担当，而尽无志需要不断地把自己推向边界，再从边界处积蓄力量。一部纪录片的伟大，不在于镜头捕捉了多少惊险画面，而在于它是否捕捉了一个人精神生长的轨迹。探索心境2做到了，它记录了一个青年向上攀登、向内审视、向外承担的全过程。而观众之所以被打动，不是因为王一博登上了顶，而是因为在登顶的前后，他都保持着同样的真诚与坚定。正如王安石所写：尽无志也而不能志者，可以无悔矣。时间流转千年，这句话依旧可以安放于今日。而王一博用身体写下的回应，也为他补上当代注脚：尽无志，则无悔；攀向上，则见己。